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刚发布的 iQOO Z1 这台机器的快速体验。天玑1000已经发布了很长时间，但是它最终没有机器搭载。这次的天玑1000 Plus，我真的是期待了很长时间。博客万真体验小白测评 iQOO Z1 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盒子方面呢，还是 iQOO 系列的这种斜对角的几何式切割的这么一个盒子，然后有一个 iQOO Z1 侧边小标志，这个5G，手机呢我们是已经提前设置完毕了啊，实在是等不及了。然后配件方面呢，还是老的3件套，这个数据线，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头。充电器这边呢，它是一个44瓦的一个快充啊，这个在 iQOO 系列的很多机器上呢全部都是。好了，咱们先放到旁边。iQOO Z1 机器一上手，这个第一感觉就是，这机器并不是太重，这个6.57寸LCD 的一个挖孔屏，但是呢，我们实测了一下，我们还没有这个官方数据啊，它是198克是我们的实测重量，没到200，而且呢，它整个机器的这个侧边来看呢，也是做了这个双弧面的这个处理，握持感上呢是比较的舒服，然后中间的这个中框呢，它是做的稍微的宽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就有利有弊，这个利呢就是导致它后背的一个摄像头模组突出的非常少，弊端呢就是感觉这个机器稍微厚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行吧。然后后背呢是一个银色的这么一个配色，然后它是一个复合板材的啊，并不是这个玻璃的。整个这个机器呢是采用了一个侧边指纹识别的一个设计。这个侧边指纹识别我们之前说过，它是一个好用不太好听的一个技术，就是它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实体指纹很多人觉得啊是不是有点过时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么一个设计啊。然后挖孔这边呢，它是一个右上角的一个挖孔，然后 LCD 屏幕嘛，它这个边缘发暗的部分呢还是有，但是整个这个机器控制的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而且它有144赫兹的这个刷新率啊。我们手里这台是最大内存版本8+256G 的，然后整机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屏占比呢是90.4%，然后上边这个听筒呢是外化的，所以说顶边也要稍微宽一些，但是它两侧已经是收的非常的窄了，整个机器拿在手里呢还是比较圆润的。OK， 本期视频的重点来了，就是天玑1000 Plus 啊，这颗最新的发哥的处理器。咱们先不废话了，先来跑一下分，看看纸面的参数表现如何。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iQOO Z1 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我们也将会把它的实测数据都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简单分析一下纸面跑分情况啊，娱乐兔综合跑分呢是524590，在旗舰级芯片中要略高于麒麟990 5G 芯片，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相比于超60万分的骁龙865，仍有一些差距啊。具体来看呢，3D Mark 跑分上的 OpenGL ES 3.1 1000加的 Z1 呢得分是6152，要稍高于990 5G， 和骁龙865呢有接近1000分的差距。在 Vulkan 跑分中 ，Z1 得分是5862，领先990 5G 约300分，和865的差距呢缩小到600加。整体来看，在性能方面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旗舰级芯片啊，但是它已经是在这个价位段最强了。目前这台机器呢，它的价格应该是在2000元出头啊，一定要带着价格去看这期视频，在2000元出头，然后53万的综合跑分，这个无人能出其右了啊！反正是截止目前我们拿到的最强的。游戏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体验，无论是这个吃鸡啊，还是这个方舟啊，还是王者这些基础的啊，全部都没有问题，全部通吃。然后这个 iQOO 啊，它一直有一个游戏空间，就是在游戏方面呢，就是发力比较多吧，这个更倾向于这个游戏用户。我着重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工作室小伙伴这个反馈体验完了之后觉得挺不错的，就是它这个鹰眼显示啊，这个鹰眼显示呢，就是这个让这个画面呢更加亮丽，更加通透了一些，让你在吃鸡的时候看这个画面的，或者说识别敌人啊更加的清晰。当然，它这个游戏空间里边还有很多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这颗处理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它的功耗，它也是7纳米的这个工艺，作为一颗5G 的这个芯片呢，其实功耗方面一直是大家比较
在意的一个点吧，因为现在啊，这个5G 说实话它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呢，他处在的环境是5G 跟4G频繁切换，或者说是这个假5G 的这个情况。之前有小伙伴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说他这个手机功耗最多的竟然是这个手机信号这一项，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所以说功耗方面一直是5G 手机或者说选择5G 手机用户的小伙伴重要考量的一个点。这次 Z1 上呢加入了一个叫 VEG 的一套能量守护的这么一个算法功能其实呢它就是对于5G 或者说对于整个机器的调度呢做了一个深度的优化。总结一下呢，就是低耗高效。在网络方面呢，基于新的处理器，它有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多网加速，也就是这个双 WiFi 呢可以同时开启。注意一下，这台机器呢它可以5G 加5G 双5G 卡双卡双待。好，整个手机呢我们体验了几天的这个时间其实它跟之前 iQOO 的那个手机的基因呢还是得以保留的，整个手机的成熟度和完成度呢还是不错的。核心的配置方面呢，比如说机器的液冷散热，然后还有 WiFi 6，还有 NFC 这些功能，就是应用俱全吧，该有的都有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双扬声器因为在2000元这个档位段就是有双扬器的机器呢并不是太多，这台机器呢它是有听懂式的双扬声器的这一点上呢是值得点赞的。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谁说买二手没保障？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国行正品，价格公道，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还有就是这个最后要说的它的摄像模组方面，因为毕竟这个价格了嘛，然后又加了一个越级存在的这个天玑1000 Plus 这个处理器，它这个上头呢是一个3摄的设计，然后8元的广角，然后加上一个4800元的主摄，是来自三星的 GM1。实拍样张呢，我们给大家过一下如果想查看原图的话还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iQOO Z1，你就可以进行下载了。OK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iQOO Z1 这台机器这个 iQOO Z1 呢选择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一条道路让这台机器呢变得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很难忽略价格，也很难忽略掉它处理器这个定位是一个挺越级的一个存在。其他方面呢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取舍了。马达方面毕竟性价比已经这么高了嘛，它是一个转子马达，不过好在它有双扬声器这一点上呢还是不错的。上半年基本上国内的这些走量旗舰呢已经发布完毕了，后面应该就是终端机的这个市场了。希望这个 Z1 呢给咱们开了一个好头吧。OK， 后续我们也会把这台 Z1 的相关数据呢都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边，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不会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个新机再见，拜拜。发哥等了这么久，表现还可以。